我为救太子，被绑匪砸伤脑袋，从此变得痴傻呆笨。京城人人都嘲笑我是个傻子，唯有太子会心疼地将我抱在怀里，温言软语地哄我。莫要听他们胡说，我已请旨，下月你我的大婚照旧。我开心地弯起眼睛，满心欢喜等待出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媚宝还美滋滋地笑呢，不知道太子娶她是为了他父兄的兵权，等他尸体被扔乱葬岗就老实了。哎，人前太子体贴入微，人后就将剑抵在媚宝脖子上，怒骂他为什么不死在那群绑匪手中，还要回来霸占太子妃的身份，害他成为京城上下的笑柄。来日太子称帝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媚宝溺毙在荷花池中，伪装成失足落水，然后奉官辖配迎娶相国之女为后。可怜的媚宝啊，嫁给太子后就要被囚于后院，连最喜欢的桃片糕都吃不到了。我茫然地跪在地上，保持接圣旨的动作。原来嫁给太子阿瑶就吃不到桃片糕了，这可不行。阿瑶还是不嫁他了。我站起身，拍了拍罗裙上的灰尘，不嫁了不嫁了，阿瑶要回西周去。我话音落下，府邸瞬间陷入死寂。宣旨太监尖锐刺耳的声音划破寂静，放肆！陛下赐婚也是你可以抗旨的。太子谢玉站在我2步之外，脸色已经不大好看。不要胡闹了，阿瑶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如今在人前要少说话吗？谢玉这是什么表情？遇到绑匪那天，要不是媚宝挡在他身前，那滚石可就砸到他腿上了。按皇室规矩，身有残疾不能称帝，若非媚宝挡的那一下，别说双腿了，太子之位都保不住。这才几天就嫌弃媚宝了，既想要媚宝父兄的兵权，又不想娶她为妻，觉得媚宝9岁智商丢人，又当又立，算是给他玩明白了。看着空中再次出现的弹幕，我愣神了片刻，开始觉得惊讶。谢玉浓黑的眉宇凝起，难掩心中烦闷。王公公，圣旨给我吧，阿瑶方才的话非他本意，回宫后就不必同父皇说了。那日若不是神瑶替他挡下绑匪的致命一击，他不死也惨。可一个9岁智商的人配他，总是憋屈了些。我看谢玉即将接过圣旨，连忙抬手打落在地。风卷着枯叶掠过空地，场面瞬间凝重起来。宣旨太监本以为这是件轻松的差事，京城人人皆知，定西王嫡女自小的愿望就是嫁给太子。可现在看来，好像不是那么回事。陛下得知了这场闹剧，宣所有人进宫。他坐在上位，正一脸笑意地看向我。沈家丫头，你当真不想嫁给太子了？我欣喜地点点头。阿瑶想去西周找父兄，不想嫁太子。谢玉脸色难看。父皇，阿瑶从小到大的愿望就是嫁给我，如今她只有9岁的智商，这种不愿嫁的话如何能作数？陛下沉思几许，这话倒也有理。儿臣有一提议，不知能否委屈下阿瑶，让她居于侧妃之位。太子府事务繁忙，阿瑶如今无法料理，时有不便。但请父皇放心，儿臣会用正妻的礼仪迎娶阿瑶进门，绝不会亏待她。卧槽，谢玉也太能算计了，让媚宝以侧妃之位进东宫，然后将她困在后宅里，只需要给她1日3餐，就能得到沈家全族的助力。侧妃说到底不就是个妾吗？谢玉是怎么冠冕堂皇说出这等不要脸话来的？媚宝没受伤前，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配他800个来回都带拐弯的，空气中的话都在替我抱不平。陛下也陷入了思量。沈家一门忠烈，父子4人皆手握兵权，嫡女配当朝太子本是天作之合。可那是正常的时候，如今的沈家嫡女。此时殿内众人也将目光落在了上方的陛下身上。我生气地皱起眉，这个太子好笨，说了好多遍了，怎么还是听不懂阿瑶要回西周？阿瑶才不稀罕当他什么正妃侧妃的。这时太监进来通报，禀陛下，定西王义子昭武小将军求见。宣少年一身铠甲，恣意张扬，镂空雕花金冠，竖着墨发，意气风发。陈培燕参见陛下。陛下深知他为何这个节骨眼回来，按了按眉心。平身。陛下，定西王听闻阿瑶被绑匪伤到了脑袋，特意让臣回京探望。
陛下脸上露出了愧疚。想当年西周常有外敌来犯，沈将军自请带着妻儿镇守边疆，这一去就是10年。妖女沈瑶因为喜欢太子，便留在了京城。沈将军在离京前千叮咛万嘱咐，定要替他照顾好这唯一的女儿。父皇已经下旨寻找能人异士替阿瑶诊治，但太医说阿瑶头部伤势严重，怕是终身都会如9岁孩童般。裴晏看向谢玉，难掩怒火。臣斗胆问太子殿下一句，您为何安然无恙地回来了？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又争又抢的少年将军终于出现了。媚宝有人撑腰了，这是裴晏要发怒的征兆啊！媚宝受伤至今不过5日，从西周到京城快马加鞭也得10天，裴晏这么快就赶了过来，路上怕是马都要跑出火星子来了。啧，真能装！表面不看媚宝，实际眼神一直在偷瞄他，就怕媚宝发现他内心深处的那些龌龊想法，再也不理他了。谢玉自知理亏，当时情况紧急，阿瑶突然将我推开，咕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裴晏不再看他，朝上手行了个礼。陛下，臣此次回京是想将阿瑶带回西周养病，有父兄陪伴，定能好得快些。谢玉当即反对，不可，阿瑶乃是孤的太子妃，自然应该待在京中养病。裴晏一双凤眼里闪过对谢玉的不悦。太子殿下，臣刚刚在殿外听得一清二楚，阿瑶已经拒绝了这门亲事。谢玉脸色难看，咬牙切齿。他如今只有9岁智商，说的话不能作数。我生气地瞪他一眼，连忙跑到裴晏哥哥面前。作数，阿瑶要回西周，哥哥带阿瑶回西周好不好？谢玉抬手就要来抓我的胳膊，裴晏将我护在身后。如今太子殿下对待阿瑶的态度已经如此不耐烦了吗？若真嫁进东宫，阿瑶指不定要受多大委屈。我躲在裴晏身后，抬手拽了拽他的袖口。陛下，阿瑶如今的确难以胜任太子妃之位，但也没沦落到给人当妾的地步，还请陛下下旨废除太子和阿瑶的婚事，让臣带阿瑶回西周。呦，媚宝就是牵了下衣袖，裴晏耳朵怎么红成那样了？什么难以胜任太子妃之位？裴晏不如直说想让阿瑶当裴夫人。阿瑶喊一声哥哥，能把裴晏直接哄成裴胎盘。陛下没有当即同意，只说会好好考虑这件事。走出殿内，我跟着裴晏离开，无视身后的谢玉。太子好友不解地问他，殿下刚在殿内，为何不多争取一下？万一陛下真同意了废除婚约，你岂不是失去了沈家这一大助力？谢玉散漫地笑了声，阿瑶怎么可能真舍得和我退婚？他大抵是听到这几日我和杜思柔走得近了些，又和我闹脾气罢了。他去西周待一阵子也好，京城如今都在谈论他被绑匪近身调戏的事，终归是有几分丢人。待到大婚前，我再去西周将他接回来便是。晚上定西王府邸，裴晏像变戏法一样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又一个的小玩意儿，有好吃的，也有好玩的。这是什么糕点呀？真甜，比街上卖的糖人还甜。我开心地弯起了眼睛。裴晏眼里尽是疼惜，我看着他红彤彤的双眸，凑过去看。哥哥怎么了？是眼睛不舒服吗？裴晏看着近在咫尺的人，凸起的喉结滚动，下一秒将人狠狠抱在怀里，力气大的有些骇人。裴晏终于忍不住了，单纯的媚宝啊，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他不舒服的可不是眼睛，而是那啥。媚宝离开西周前送给裴晏的荷包，他每天晚上都要拿出来盘一会，这么多年都快盘包浆了。媚宝，快回头看看裴晏吧，他听到你受伤时正在教场练兵，差点没被刀砍到。看着空气中的弹幕，我将信将疑。裴晏哥哥喜欢我？我偷瞄了眼他揣在怀里已经发白掉色的荷包。裴晏哥哥，你的荷包旧了。我走去梳妆柜那，拉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个新的荷包，这是阿瑶昨晚新绣的，送给你。裴晏小心翼翼地接过去，看清上面的图案后，脸上泛起了一抹通红。鸳鸯戏水，完了，裴晏今晚怕是又要睡不着了，肯定会翻来覆去琢磨媚宝为什么要送他鸳鸯戏水的荷包。明明抽屉里还有许多各色花样的，结果媚宝随手一拿就是鸳鸯戏水，裴晏好不容易歇下去的心思又迅速发芽窜长了。
裴燕视若珍宝的将荷包揣进怀里，看着抽屉里还有几十个，怎么绣了这么多？我眨了眨眼，和哥哥解释，杜相国的独女喜欢谢玉，京中贵女大多和他玩得好，他不准那些人和阿瑶来往。谢玉平日里又公务繁忙，阿瑶经常是一个人，所以就绣些东西来打发时间。我没告诉他，最开始的时候，阿瑶只会坐在湖边发呆，后来慢慢的，阿瑶才学会了如何打发时间。要不是怕吓着媚宝，裴燕恨不得连夜将她带回西周，捧在掌心里宠着。听到她受委屈，整个人都快碎了。媚宝，赶紧和裴燕在一起吧，她为了让你舒服，能使出浑身解数伺候你。媚宝回到西周，可以自由自在地策马驰骋在草原上。之前你想骑马，太子说那是男人才做的事，结果没过几天他就陪着杜思柔去骑马了。我瞪大眼睛看着空中的弹幕，其他的都不是很震惊，可看到那句使出浑身解数伺候阿瑶，脸上顿时红晕如云。隔天醒来时，裴燕哥哥正于庭院中练剑，我瞥见他眼底的青黑。哥哥昨晚没睡好吗？可是换了地方不适应。裴燕手握成拳，放在唇边轻咳2声。没有，睡得挺好的。呦，明明就是彻夜未睡，一手拿着一个荷包，就那么盯了几个时辰都看不够。不仅如此，他看见天亮后，特意收拾了一番，故意在媚宝必经之路上练剑，还特意耍了几个帅气的招式。裴燕不愧是久经沙场的少年将军，刀刻分明的腹肌，紧实的肌肉，以后都是伺候媚宝的资本啊！该说不说，媚宝这丫头吃得真好。看着空气中越来越黄的弹幕，我脸色骤然绯红，赶紧找了个借口。哥哥想吃什么？阿瑶吩咐膳房去做。早膳还未用完，相国府差人送来了请柬。今日是我家小姐的生辰宴，他特命小人给沈小姐送来请帖，令太子殿下将琼州进贡的那株珊瑚赐给了小姐当生辰礼。小姐说她一人赏玩过于可惜，得知您曾向太子索要过多次都未得到，便也想邀请您一同去观赏。裴燕将筷子重重放在桌上，语气阴冷而讥嘲。相国不愧是朝廷重臣，府内礼仪真是周全，生辰当天送请帖，在京内这也是独一桩吧。小厮有恃无恐。今日生辰宴，太子殿下也会参加，上至朝廷官员，下至各府贵女，都争先恐后的前来。小姐忘记邀请，谁也情有可原。请帖小人就放在这了，还请沈小姐务必赴宴。裴燕眸色深沉如墨，滚！小厮有些没听清，什么？我重复，哥哥说让你滚。傍晚时分，我拿着请帖去相国府赴宴，走到后花园，看到谢玉和杜思柔相视而立，不知谢玉说了什么，杜思柔嫣然一笑，两人看起来十分般配。见到我出现，杜思柔指着宴厅正中间的那株珊瑚说，听闻你喜欢，便想着邀你一同来观赏。众人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贵女们开始指指点点。沈瑶怎么还有脸来这里？那日他和绑匪贴身相处，太子殿下的脸都被他给丢光了，这是要放我身上，早就一条白绫吊死了。他现在就是个傻子，太子昨日去向陛下请旨，将他为侧妃，肯定也是嫌他丢人，可不是吗？这株珊瑚沈瑶求了好几次，太子都没给，如今却送给了杜姐姐，肯定是想让杜姐姐当太子妃。谢玉站在人群里，听到有人提起绑匪那桩事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。如今人人都知他的太子妃被绑匪给碰了。呦，好大的一张脸啊，还太子想让杜思柔当太子妃，动动脑子好吗？媚宝太子妃的身份是陛下钦点的，太子敢将正妃的位置给别人吗？真当定西王府是吃素的啊？发生在媚宝身上的事，如果换成杜思柔，你们看陛下还会不会让她继续当太子妃？肯定是赏赐一些东西弥补她，然后重新在各大家族里挑选适龄嫡女册封太子妃。也只有媚宝哪怕只有9岁智商，陛下也不能随意废掉。真给我看笑了，这群自诩贵女的人真以为谢玉送给杜思柔珊瑚是想让她当太子妃？别开玩笑了，那是因为昨天媚宝拒绝了赐婚，她心中生气，借机敲打媚宝呢。可惜媚宝如今已经不在乎了。杜思柔趁众人都在说话的空隙，拉着我走到湖边。夜色昏暗，只听扑通一声，众人循着声音看过来，
就见杜思柔拼命地在水中喊救命。下一秒，谢玉直接跳进水里，将她救起来。谢玉失望地看向我，满眼愠怒。我没想到你竟做出如此恶毒之事，立刻给思柔道歉。这些年我对谢玉的喜欢是实打实的，我的心脏仿佛被利刃划过，密密麻麻地疼了起来。不是阿瑶推的，为何要道歉？太子殿下莫要听他胡说，臣女亲眼所见，就是他将杜姐姐推进了冰冷的湖水中。沈瑶成了傻子还是那么坏，这么冷的天将人推进湖里，不是故意要杜姐姐的命吗？他肯定是嫉妒杜姐姐即将成为太子妃，怕威胁到她的地位，才想置杜姐姐于死地。谢玉声音冰冷刺骨，姑再说最后一遍，给思柔道歉。我站在原地冷冷地注视他，不可能，阿瑶绝不道歉。谢玉攥住我的手腕，眼底怒火渐浓。姑真是把你给惯坏了，今日是思柔的生辰，你将她推进水里，姑必须要给相国府一个交代。来人，将沈小姐也推入水中。宴会瞬间安静如斯，无一人敢上前动手。谢玉眯起双眸，还要姑再重复一遍吗？话音落下，他身后的侍卫立刻上前抓住我的胳膊，用力将我推进水里。我在水里拼命挣扎，没有谢玉的命令，谁也不敢下水救我。就在我失去力气，身体逐渐下沉时，裴燕跳进水中将我托起，抱着我经过谢玉身边，目光冰冷，仿佛在看死人。怒了，裴燕这次是真的动怒了。就算谢玉是太子，也不能伤害媚宝，媚宝就是裴燕的底线。今日在场伤害媚宝的人，裴燕全都记下来了，什么朝廷重臣、高门贵女，他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谢玉算是将西周得罪了个干净，他之前还想让西周成为他的助力，这下伤害了媚宝，直接变成仇敌了。马车上，我浑身颤抖地打着寒战，委屈地抽噎起来。裴燕哥哥，阿瑶想回西周，阿瑶想父母兄长了，你带阿瑶回去好不好？裴燕将披风盖在我身上，满眼都是心疼。好，明日咱们就启程回西周。对不起阿瑶，我不该让你一个人去相国府的。回到府里，立刻有侍女替我换下湿掉的衣物，端来热气腾腾的姜茶。我难过的抱着碗喝起来，泪水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突然一股血腥味在房间内若有似无的蔓延。我抬起红彤彤的眼睛，哥哥，你有没有闻到血的味道？裴燕表情僵硬，没有。什么没有啊？裴燕，你个老娘张开你的小嘴巴！他没陪你去相国府，是因为他单枪匹马去挑了绑匪的老巢，胳膊被划了一刀。媚宝别哭了，裴燕已经要懊恼死了，他后悔让你一个人去赴宴，更后悔杀那些绑匪的时候没有再快一些。谢玉这个太子还不如裴燕这个将军，裴燕都知道找绑匪替媚宝报仇，谢玉却只会埋怨媚宝，让绑匪碰到了他的身体。看到弹幕说裴燕受伤了，我赶紧去扯她的衣服，一道3寸长的血痕在小臂蔓延，眼泪顿时掉得更厉害了。哥哥，你是去给阿瑶报仇了吗？裴燕笨拙的安抚，别哭，一点都不疼。你骗人，这么深的刀伤，怎么可能不疼？真的不疼，对不起阿瑶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我抬头看着他，哥哥，你喜欢阿瑶对吗？裴燕像被闪电击中，大脑失去了指挥权，傻傻地站在原地。他想承认，却又害怕承认了之后，连默默守护的机会都没了。我凑到裴燕面前，在她唇边亲了一下。裴燕心跳加速，喉结剧烈地滚了又滚，声音嘶哑：阿瑶，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当然知道，阿瑶只是受了点伤，反应缓慢，又不是真成了傻子。好刺激，好刺激！终于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竟然是媚宝先戳破的。裴燕这下爽了，媚宝就亲了一下，她浑身上下都支棱起来了，翘得高高的。终于能正大光明地对媚宝好了，不用担心被发现，更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。翌日，侍女通报说太子殿下来了。阿瑶，昨日众目睽睽之下都看见是你将思柔推进了水里，我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偏袒你，只能对你小惩大戒。今日我是特意前来给你赔礼的。裴燕眼里没什么温度，用不着，太子请回吧。谢玉眉头拧起，裴将军，姑在和太子妃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裴燕冷笑，马上就不是了。
场面顿时剑拔弩张。陛下身边的大太监走进来，陛下有旨，宣几位进宫问话。大殿内寂静无声，却带着窒息的压迫感。太子，朕听闻昨日你在杜相国府，命人将阿瑶扔进了湖中，此事是真是假？谢玉神情紧张，回父皇，昨日是阿瑶先将相国嫡女推进水中，而臣本想让阿瑶道个歉，此事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可阿瑶执意不到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儿臣只能责罚阿瑶。不过儿臣今日已经向阿瑶赔罪了。裴燕声音里满是愠怒。阿瑶说不是他推的，太子难道耳聋了？谢玉脸色难看。当时有太傅之女静安世子妃亲口作证，还能有假？裴燕朝上尉行了个礼。陛下，昨晚臣亲自去调查，那两人均已承认并没有看见是阿瑶推杜相国之女下水。二人也承认是因为嫉妒阿瑶才会故意说那番话，这是他们的口供。太监呈上去，陛下动了怒，将奏折砸在谢玉头上。太子，你连事情都未曾调查清楚，就将阿瑶推进冰冷的水中，将他前几日刚为了救你生了场大病的事全然抛之脑后，你混账！谢玉跪在地上，捡起奏折看了眼，是儿臣糊涂，儿臣定会好好给阿瑶道歉。裴燕不给他这个机会。陛下，太子近日和相国嫡女走得颇近，也有几人亲口听到太子说会娶她当太子妃。太子的所作所为，让臣无法相信他能照顾好阿瑶，请您废掉二人的婚事，让臣带阿瑶回西周。谢玉立即反对。父皇，儿臣确实说过会娶思柔当太子妃这种话，但那是因为阿瑶无法管理太子府，所以儿臣才会如此做。况且儿臣也不是让阿瑶当侧妃，两妃并立，都是正妃。陛下怒瞪，你给朕闭嘴！今日一早，朕收到西周快马加鞭送来的书信，沈将军亲自开口，要朕废除你们之间的婚事，你还认识不到错误吗？谢玉执拗地开口。父皇，若是阿瑶病情恢复，他绝对不会和儿臣退婚，请您三思。陛下将选择交给我。阿瑶，你的意思呢？我跪伏在地，回陛下，阿瑶想回西周了，求您成全。陛下思虑片刻，叹了口气，立刻让人宣旨，废除太子和定西王嫡女的婚约。陛下，臣这里还有一份奏折，是关于谢太傅和静安府贪污银两一事，请您彻查。裴燕递了上去，陛下接过去一看，顿时火冒三丈，足足贪污了1800万两白银，这够养活多少普通百姓了。传朕旨意，立即查抄谢太傅和静安侯府，家族之人全部收押牢狱，彻查之后再行定罪。回西周的东西昨晚就已收拾好，马车也已备好。阿瑶，我知道你正在气头上，等过几日你消气了，我去西周将你接回来好不好？路途遥远，我让御膳房备了你最喜欢吃的甜品，你带着路上吃。裴将军，阿瑶怕累，在路上切莫过快，再帮他准备个软垫。裴燕打断他的话，太子殿下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对阿瑶的了解比你多得多。马车启程，我看着逐渐变小的京城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城墙上，太子的好友眉头紧皱。殿下，您当真不派人拦下沈小姐吗？若她回到西周不愿回来，咱们可就真没办法了。谢玉散漫地笑了声，轻挑眉梢。你觉得可能吗？阿瑶不等到达西周地界，就会忍不住想回来了，哪怕回到西周，沈家人不让她回来，只要她听到姑要娶杜思柔的事情，也得大吵大闹的回京城。不过姑倒真希望她短时间内别回来，等姑处理完和思柔的大婚再回来。谢玉出宫后，转身去了礼部。礼部尚书将礼物清单列了出来。殿下，您之前交代臣给杜小姐准备的聘礼已经办妥，这是清单，均是按照未来皇后的规格准备的。谢玉打开扫了几眼，满意地点点头。1个月内将大婚全部事宜处理妥当，等阿瑶得知消息后，定会回京大闹，务必在她得知消息赶回来前完成大婚。老臣领旨。当晚，谢玉邀了一帮旧友去酒楼喝酒。杨世子震惊得合不拢嘴。殿下，你说真的？你真要和杜小姐大婚？可是阿瑶怎么办？谢玉轻笑了一声。待阿瑶回来，我自然也会同她举办一场大婚，两人同为太子妃，思柔帮姑管理太子府的大小事情，
阿瑶只有9岁的智商，只要不闯祸，由着他去。尚书令之子喝了口酒，所以你是故意设计让沈瑶生气回西周，这样就能趁他离京的这段日子谋划娶杜小姐的事。万一沈瑶得知后和你生气，不嫁你了怎么办？谢玉似笑非笑。他和绑匪那件事，京城传得人尽皆知，除了姑谁还愿意娶个名声有损的人回去？若是他没有受伤，姑娶她当太子妃自然没问题。可如今，日后等姑称帝后，莫非让一个9岁智商的女人统领后宫？这不是让人笑话吗？杨世子叹了口气，纸终究包不住火。西周在京城的探子不少，怕是你刚开始筹划大婚之事，西周就收到风声了。谢玉按了按眉心，愁容满面。这也是我担心的事，若是阿瑶回来大闹婚礼，丝柔面上定不好看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拖住阿瑶，让她在大婚前赶不回来，等大婚典礼完成，她回来闹也于事无补了。从京城离开后，马车行驶得十分缓慢。哥哥，阿瑶想早点到西周，我们快点好不好？裴燕眉头微皱，回西周的路程遥远颠簸，快一些的话你身体受不了。我摇摇头，一双水漉漉的眼睛看向他。哥哥，阿瑶不怕累，我们快点好不好？说完，偷偷在他脸颊亲了一口。裴燕立刻脸红了起来，那好吧，只能快一点。途中我只要稍微撒一点娇，无论说什么裴燕都会同意。半月后，马车终于到达了西周，父母兄长早早等在府外。母亲见到我，忍不住拿起手帕擦眼泪。我的阿瑶清瘦了许多，看着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我一一打招呼：父亲、母亲、大哥哥、大嫂嫂、二哥哥、二嫂嫂、三哥哥。大哥，阿瑶又长高了；二哥也变漂亮了；三哥，那是不看阿瑶是谁的妹妹，我们阿瑶定是西周第一美人。到西周的当天晚上，父亲找来军营中的大夫给我把脉。阿瑶，这位是薛神医，医术十分高超，他定能治好你。麻烦薛神医了。薛神医伸手开始替我把脉，逐渐他的神情变得凝重。在场所有人都提起一口气。父亲率先按捺不住，薛神医，可是我儿的病情不好医治。薛神医摇摇头，当初他被石头砸伤后，脑部还有一块淤血，只要淤血散开就能恢复正常了。母亲听到还有治，激动万分，那就劳烦薛神医了。治疗过程需要在头部施针，再搭配汤药内服，1月左右便可痊愈，只是施针过程痛苦不已，非常人能忍受，沈小姐能受得了吗？我点点头，阿瑶不怕，阿瑶可以忍受。第一次施针，我体会到什么叫做濒临死亡，身上的衣服全被汗水浸湿，脸色煞白，疼得我想将头往墙上撞。就在父母担忧的时候，裴燕跑过来抱住我，还有1刻钟就能拔针了，阿瑶再坚持一下。父母看见这一幕，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就这样，随着施针一天天过去，最后一天施针后，薛神医宣布，我刚替沈小姐把过脉了，头内淤血已全部消散，不需要再担心了。晚上，母亲来到我房间，握着我的手嘘寒问暖。阿瑶，你和阿燕是什么情况？我羞涩地低头，我喜欢他，我想嫁给他。母亲猜到了是这个答案，犹豫片刻后，她又问，那你对太子？母亲放心，阿瑶也和太子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不会再回京城，我永远会在西周陪着你们。母亲松了口气。阿瑶，母亲有件事要告诉你，这件事已经月余了，只是当时你在施针治病，薛神医说不能情绪激动，我和你父亲便将这件事压了下去，担心影响你的施针效果。我大概猜到了是什么事情。母亲是想说太子和杜小姐的大婚一事。母亲有些震惊，你是何时知道的？探子和父亲汇报那日，我恰好在外面听到了。母亲放心，阿瑶已经彻底放下了。那就好。此时，京城。那日之后，谢玉整日都在提心吊胆，担心沈瑶会赶回来。可大婚之事却筹备得异常顺利，甚至连沈瑶这2个字他都已经许久未曾听到了。大婚前3日，谢玉同好友小聚，杨府世子喝了几杯酒，笑着问，阿瑶那边有什么动静？该不会已经杀回来了吧？他那几个哥哥可都不是吃素的，
自小就是宠妹狂魔。说着说着，他瞬间安静了下来，猛地意识到什么。哎呀，他不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吧？你筹备大婚都1个月了，3日后就是大婚仪式了，莫非西周的探子还没将消息传递回去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我猜8成是安瑶真的死心了，不准备回来了。谢玉拿酒杯的动作一顿，自嘲地笑了声。不可能，她是什么脾气我还不清楚吗？从小最大的愿望就是嫁给我，绝对忍受不了我娶其他女人这种事。3日之后，太子同相国嫡女大婚，10里红妆，满城繁花。相国府门口撒了许多银钱，惹得众人纷纷赶去凑热闹。太子府邸，谢玉身着婚服，心绪不宁，时不时地往门外看。突然，下人急匆匆跑来报：西周。谢玉一副他就知道还是会忍不住来闹事的表情。神要来了，今日是姑的大喜之日，不准任何人捣乱，你们立刻将沈小姐送回定西王府，派人看管起来，告诉她等姑大婚后就去见她。下人摇摇头，不是沈小姐，是西周那边派人送来了贺礼，恭祝您和太子妃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谢玉脸上的笑瞬间僵住，怎么可能？沈瑶没来。接着又有侍卫来报，京城定西王府送来贺礼和书信1封，快将书信拿给姑。这个时候送书信来做什么？就算他想让我去找他，也得等大婚之后，今日谁也不能阻止姑和杜小姐的婚事。谢玉打开后，映入眼帘就是那幅熟悉不过的字体：太子殿下恭喜恭喜，祝你和杜小姐琴瑟和鸣，恩爱一生，白头偕老，相敬如宾。之前你送给我的所有礼物，我已让人全部收拾好，送到了太子府邸。信里只有短短几句话，全是祝他大婚快乐和同他撇清关系的话。这么久没见，甚至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。谢玉看着箱子里的东西，全是他曾经送出去，他视若珍宝的礼物，如今全都原封不动还了回来。谢玉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这时礼部之人来通报，太子殿下，婚礼吉时已到，该去迎亲了。谢玉站在原地，恍若未闻。片刻后，他咬牙切齿笑着说：好的很，有本事你就在西周一辈子别回来了，等姑真的和杜思柔大婚后，你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谢玉上马去迎亲，一路上面无表情。周围百姓看他这副样子，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。太子这是怎么了？大喜之日怎么哭丧着一张脸？难道他不是真心想娶杜小姐的？皇家联姻哪有什么真心相爱，都是利益罢了。就算没有爱情，那起码也得笑笑吧。知道的是大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葬礼呢。呸呸呸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活够了不成？那人说完才意识到说了什么，赶紧闭嘴，这要是被人听到，可是杀头的罪名。眼看迎亲队即将到达相国府，谢玉却突然勒紧缰绳，策马扬长而去。跟在迎亲队伍后的好友傻了眼，他这是做什么去了？还能做什么去了？去西周了呗。阿瑶在京城的时候不珍惜，现在后悔晚了。那大婚怎么办？杜思柔还在府里等着呢，没了新郎大婚还能举办吗？举办个屁啊！谁能代替太子拜堂？筹备许久的婚礼最后成了一场笑话。街坊邻居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件事。你们听说了没？杜家嫡女大婚当日被太子抛下，她受不了屈辱，出家当姑子去了。哎，也是个可怜人啊，本来满心欢喜当新娘子，没想到成了一场笑话。她才不可怜呢。这个杜相国平日里搜刮民脂民膏，贪污了几千万两白银，这个杜小姐平日里打骂下人，稍有不顺心就杖毙，死在她手里的丫鬟足足有上百人，她还仗着有个当相国的爹仗势欺人，现在落到这个下场也是她活该，咎由自取。半月后，西周，今日是我和裴燕的大婚之日，一大早就被2位嫂嫂折腾起来，由侍女给我穿嫁衣，戴上金冠金钗，涂抹胭脂水粉，数十里的红妆，马车从街头排到街尾，我一身嫁衣，凤冠霞帔，一拜天地，苍天为平地为证；2拜高堂，终生不忘养育恩；夫妻对拜，携老白头万事顺。礼成，送入洞房，
谢玉日夜兼程，终于赶到了西周。他看到满城路旁撒着数不清的花瓣，树上系满了红绸带。经过的路人凑在一起讲话。沈家之女和裴小将军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啊，般配极了。谢玉以为听错了，策马而下。你刚说的沈家之女和裴小将军，可是西周沈将军家的嫡女沈瑶和他的义子裴晏。当然了，不然西周还有哪个沈家，还有哪个裴小将军？谢玉仿佛晴天一声霹雳，当场愣在原地，然后策马朝定西王府去。我和裴晏正要入洞房，就看见窗外站着的谢玉。裴晏脸上挂满未曾厌足的不悦。你来做什么？谢玉一言不发，我叹了口气，走出去。谢玉失魂落魄地开口：阿瑶，我们不就是吵了一架吗？你离开京城前，我不是说过几日就来接你吗？你怎么嫁给别人了？是裴晏哄骗你的，对不对？等你病情恢复后会后悔的。你最喜欢的人是我，你想嫁给的人也是我。我牵起裴晏的手，淡然一笑。太子殿下，臣女还未曾当面祝贺你与太子妃的大婚之喜呢。谢玉不敢置信，你病情恢复了？我点点头。回到西周后，父亲给我找了军营里的神医，如今已然痊愈。阿瑶，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娶杜思柔，那天的大婚没有完成，我们回京城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打断他的话，殿下，请回吧。谢玉嘴唇微微颤抖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喉咙却干涩得发不出声音。窗外的四季如走马灯般更迭，春来秋去，花开花落，一年又一年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